1919年的1月15日这一天，波士顿的气温异常的温暖，许多人都聚集在外面吃饭，洗洗晒晒，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在下午1点左右，波士顿北端商业街的一个高15米、直径28米的钢制储罐破裂，超过758万升的液体就像是海啸一样倾泻而出，以每小时56公里的速度淹没了整个街道。周围的公寓楼房屋被压塌，行人和马匹无一幸免，都被冲走，最后都困在了这种粘稠的液体里面窒息而亡。最终这场灾难造成了21人死亡，150多人受伤。而这种液体并不是什么高腐蚀性的化学溶液，而是当时唾手可得的糖浆。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你们喜欢看灾难片吗？在电影当中，城市被破坏、世界末日等经典元素时常被搬上大荧幕，总是能够给我们特别震撼的感觉。话说天灾人祸，世事无常，自然灾害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只能预防和善后。然而人为灾难的杀伤力也更不容小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起有史以来最离奇的灾难。首先声明一下，这并不是什么电影场景，而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这听上去是不是很离谱？一场黏糊糊的糖浆洪水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威力，泛滥到能够淹死人的程度。一位名叫艾萨克·耶顿的幸存者回忆，自己当时正在把车胎拖进盆子里面，他先是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并没有在意。随后他发现了一辆车腾空地向他驶来，边上还有瓶子和货箱，于是他撒腿就跑，不料被一波糖浆追了上来。艾萨克一下子被抬高了10多米，撞到了门上。他受伤后无法挣扎，全身都被糖浆覆盖着，还好工头扔下了梯子救了他一命。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艾萨克一样幸运，许多工人、居民和孩子都被卷进到了厚厚的糖浆当中，无法挣脱，有的则当场窒息而死。与此同时，糖浆淹没了波士顿消防局的房屋、船屋、仓库和发动机，食物、啤酒桶、猪和马也都一起被冲到了街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几米高的糖浆覆盖了整个街道，储罐的碎片被抛向空中，附近的建筑物开始坍塌，好像地基被撕开了一样，许多人都被砸伤，而被糖浆所困的居民只能试着把头部保持在糖浆上方，因为一旦被淹没，几乎就是死路一条。而且沿着商业街的高架铁路也开始倒塌，好在一名列车员及时发现了异常，阻止了火车进站，不然整个列车都会坠入到糖浆的深渊中。所有人都不敢相信，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如何展开清理和救援工作。这些糖浆简直就像是大型粘苍蝇板，由于密度高又富有粘性，正常人走2步就挪不动腿了。更糟糕的是，随着夜幕降临，气温降低，糖浆逐渐变硬，变成了固态，救援工作愈发变得困难。而这起灾难的源头正是美国工业酒精公司 USIA。 发生爆炸的钢制储罐建于1915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业酒精可以从糖浆当中蒸馏出来，然后卖给武器公司，用来制造炸药。由于军方需求量大，所以这家公司的利润很高。不过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出现问题了，比如经常发现泄漏或者隆隆的异响声。不过没有人在意这些，因为项目经理是这家公司的财务主管亚瑟·杰尔，他没有任何技术、建筑和工程经验，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就建好了这个钢制储罐。为了加快投入生产，亚瑟回避了安全防御措施，测试泄露的流程也相当的简单。他没有注满整个水箱，而是只放了半米的水。但是工人们平时却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注水里面都会传来异响，外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孩子们轻轻松松就可以用杯子装满一杯裂缝处渗出的糖浆。虽然工人们经常上报泄露事件，但公司连眼皮都不会提一下，因为战争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费时费力费钱去进行维修。到了1918年，有一名工人捡到了罐壁上的碎片，把这潜在的危险证据交给了亚瑟，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后来干脆下令将钢制储罐的外表涂成了棕色，来掩盖掉泄露的痕迹。在事发前几天，又来了一批新货，当时的最低气温很低，仅为零下的16摄氏度。为了方便转移，公司对着190万升的糖浆进行了加热，随后倾倒在这饱受风霜的储罐中。然而罐内的旧糖浆温度又很低，一冷一热混合后触发了发酵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气体，工人们都听到了隆隆的异响。1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月15日当天，此时的储罐已经重达了2600万磅，而罐内的气体也对钢壁施加了额外的压力，最终还是裂开了。不能想象2600万磅的糖浆淹没半个城市的场景。咱们生活当中普遍最难清理的就是糖渍，像可乐或者带糖的饮料一旦被打翻，都要第一时间清理，要不然等干了就很难再清洁了。除了有粘性抓来昆虫之外，还会让污垢一层又一层的附着，如果你不小心一脚踩上去，糖渍还会附着到各种别的地方，真的是很难处理。而当时的波士顿也是一样，除了地上都是黏不拉几的糖浆之外，空气当中还弥漫着一股很浓的焦糖味，是真正意义上的空气也是甜的。
灾难发生之后，波士顿的北部看上去就像被轰炸一样，让人难以置信。当地的警察、红十字会、陆军和海军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救援工作自然是困难重重，连临近城镇的农民都来帮忙清理糖浆了。光是处理掉这些糖浆就花了好几个礼拜，每天都有400多人帮助清理并寻找出新的尸体。消防队用巨大的水流没日没夜地冲刷着糖浆，焊工们则小心翼翼地切割储罐，查看有无尸体。可悲的是，许多受害者都被糖浆侵蚀了眼睛，面目全非，家属们根本难以辨认。还有的遇难者则被卷入了波士顿港，直到3-4个月后，尸体才被发现。后来，119位居民对美国工业酒精公司提起了集体诉讼，他们坚持认为钢制储罐太薄，而且结构不好。然而 USIA 公司辩解称，这是当时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集团引爆的炸弹。面对这死皮赖脸的公司，这场官司持续了5年多。调查表明，钢制结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钢墙的厚度从底部的 0.67 英寸到顶部的 0.31 英寸不等，太薄了，根本就无法支撑一整罐糖浆的重量。虽然这个钢罐使用了多年，但只有4次接近过最大的容量，而第4次就是灾难发生前新添的那190万升。那个时候的糖浆恐怕可以填满3-4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了，而这些结构工程师都清清楚楚，只不过当时公司的利益熏心，故意忽视了这些问题。毕竟赚钱是摆在第一位的。灾难发生的那一天，气温达到了5摄氏度，在太阳的照射下暖和的离谱。也许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25年的4月，这场官司终于尘埃落定，拥有该罐的美国工业酒精公司要对这起灾难负全部责任。所有在这场灾难中受到牵连的人，一共获得了62万8千美元的赔偿。这用现代的眼光看看，也不是很多嘛。死者加受害者人员一共不到200人，况且还要加上公共设施的赔偿，难道就只赔了这些吗？而事实上是，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当时的那笔账，可是天价中的天价了。具体来给你们算一算，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由于各国停止了黄金的进出口，金本体系即告解体。在金本位制度的后期，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1.5 克黄金。咱们用黄金来换算，以目前的金价来说，1克黄金大约是60美元的价值，所以当时的10万美元可以换取15万克的黄金。而15万克的黄金到了现在相当于900万美元左右，合计大概是5500万人民币。所以当时62万8千美元换算过来，你们自己算吧，反正是很多很多。虽然算的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绝对不是现在意义上的62万美元。所以可见的，当时的这家 USIA 公司到底有多么的赚钱。灾难过后，波士顿建筑部开始要求工程师和建筑师要把所有精确计算的数字一起归档，并在图纸上签字。负责人也必须是相关从业人员，避免出现财务充当工程负责人的情况。企业都要开始反思，忽视安全生产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甜味本该是给人类带来欢乐的味道，然而在灾难当中却像是洪水猛兽。1919年的波士顿制造了这场最甜蜜的爆炸，给所有人都当头一棒。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只要天气特别暖和的时候，波士顿北部现在还能闻到淡淡的甜味。虽然这肯定是心理作用，但也能理解，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场离奇的灾难。当然，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科学理论可以解释到底这场爆炸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哪些是主要责任，哪些是次要的。但是说来说去，最终都会归结于道德问题，利益熏心。历史上建筑物倒塌的案例不计其数，也多半是因为疏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心导致的工程灾难。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这真的可以算是最离谱的灾难之一了。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糖浆洪水，要该怎么应对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各位，一天能喝多少水？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留言。大家应该也都听到过一天喝8杯水的说法吧？其实这是很笼统的概念。从医学角度来看，每人每天需要摄入大约 1.5 升到2升的水，过多或者过少对身体都不好。但就是有人喜欢挑战身体极限。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广播电台就举办了一场喝水比赛，奖品嘛就是一台任天堂游戏机。各位是不是有点心动？先不要着急，因为事实证明，喝水真的能够把人喝死。那么这场荒唐的比赛，参赛者到底喝了多少水？而比赛到底有何意义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涉事电台。KDND 是一个授权给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的 FM 广播电台。2007年1月，该广播电台的一档早间节目准备举行一场名为 Hold You We for We 的直播比赛，意思为保存你的尿液赢得一台 We 游戏机。这貌似很简单，但其中有一项规定，参赛者要进行喝水挑战，在不小便的情况下，谁喝的最多，谁就能获得一台任天堂 We 游戏机。要知道在当时 Wii 绝对是抢手货，所以看似简单的喝水挑战让大多数人都蠢蠢欲动，其中就包括了28岁的詹妮弗·斯特兰奇。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
一听说有这个比赛，就跃跃欲试，势必要给孩子们赢一台回去。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月12日，比赛日到来，现场一共有20名参赛者，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办公室里面，陪同的还有电台主持人。早上6点45分左右，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先是拿到了一瓶大约250毫升的水，15分钟过去了，每人大概都喝掉了8瓶。一开始他们的表情还算轻松，但随着比赛的推进，水越喝越多。比赛前一个个都胸有成竹的神情，现在早就烟消云散了。其实只进不出，不可能能维持多长的时间，比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而慢慢的，陆续有参赛者出现不适的症状，自觉败下阵来。此时有一名好心的听众特地打进热线电话，他是一名护士，所以特地提醒主持人，人体喝过量的水，保不齐是会出人命的。但很显然，主持人并不在乎，他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他们不都好好的吗？比赛前每个人都可签了免责协议，我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很快，房间里只剩下最后5名参赛者了。其中一个女孩痛苦地躺在地上，牙齿打颤，瑟瑟发抖。而此时的主持人不仅没有表现出担心，倒是觉得她的反应很新奇，描述给电台前的观众听。主持人还带着嘲讽的语气质问她：“你的身体现在98%都是水，为什么不能继续喝了呢？”话音刚落，演播室就响起了主持人们咯咯咯的笑声，非常的刺耳。最后临近结束，决赛圈已经缩小到2个人。此时的参赛者已经3个小时没上厕所了。詹妮弗告诉电台主持人自己想吐，头也很疼，而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笑置之。主持人甚至打趣道：“你的肚子现在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他自认为很幽默，还邀请别的主持人来看。要知道，此时的詹妮弗在短短3个小时内已经喝了至少7.5升的水，虽然离成功只差一点点，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了，眼压高，头也疼得厉害。无奈之下，詹妮弗选择了放弃。作为亚军，他也有所收获，得到了2张贾斯汀·汀布莱克音乐会的门票。其实，当一个人摄入过量的水，大脑当中的细胞就会开始膨胀，头骨内的压力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詹妮弗会出现眼睛痛、头痛、恶心想吐的症状，这已经是水中毒的初步表现。但在此过程中，主持人从未提醒过参赛者要量力而行，甚至还有人透露，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工作人员还特地增加了1倍的水量，以此来加快比赛的进程。然而，当所有人都觉得该节目圆满结束时，一个噩耗传来了。原来，在比赛结束6个小时后，詹妮弗竟然在家中去世。据了解，他比完赛后就和主管打了一通电话，说：“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会儿头疼得厉害，明天可能需要请假了。”而此后便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后来主管有些担心他的状况，于是联系了詹妮弗的母亲前去查看。可当母亲赶去之后，再见到已经是秒时。根据詹妮弗的尸检报告来看，她的死因也确实是水中毒。那么，什么是水中毒呢？水中毒又称稀释性低钠血症。人体在摄入过量的水后，会增加血液当中的水含量，稀释其中的电解质钠。当人体的钠水平低于每升135毫摩尔的时候，就已经列为低钠血症。我们都知道，钠有助于维持细胞内外体液的平衡。当钠水平下降之后，过剩的水分就会使细胞膨胀。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脑细胞上时，情况就很糟糕了。水中毒的患者起初会头晕眼花、心跳加快，然后发展到头痛、呕吐，严重的则会出现呼吸困难、痉挛、昏迷，最后危及生命。所以詹妮弗这样的情况完全就是个严重的水中毒患者。不过总体来说，水中毒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不小心喝过量的情况，通常也只会存在于参加体育训练的人，或者是有心理疾病的患者。大家应该也听说过类似的新闻，在马拉松比赛之后，有的运动员会一次性喝大量的水，就容易导致水中毒。因为在长时间运动当中，人体本身就会不停的排汗，钠离子也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再加上摄入大量的水分，血液当中的钠浓度偏低，这一现象就是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个别也会有强迫自己喝水的习惯。另外，低钠血症还容易会被误解，曾经就有士兵在训练期间喝了大量的水，被误以为是脱水中暑，又进一步进行补水，最后导致了严重的水中毒现象，还出现了脑水肿和肺水肿这样的并发症。自从詹妮弗去世 ，KDND 自然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场意外明明是可以避免的，都有观众连线警告他们，喝过量的水也是会危及生命的。但主持人还是一唱一和，一边描述参赛者的神情，一边开他们的玩笑。为了提高电视台的收视率，这已经见怪不怪了。该节目的特色就是以雷人的特技和对话，为驾车高峰时段的司机减少枯燥。但这一次不一样，有人为此丧了命，这根本就不好笑。
事后，该节目涉及的10名员工全部被解雇，包括当天的主持人。詹妮弗的丈夫比利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认为涉事节目存在过失致死的罪名，开启了漫长的审判之路。然而，有人却认为这一切是詹妮弗自己比完赛不去医院、不及时就医造成的。要知道，这是一场自愿参加的比赛，没有人胁迫她，所以詹妮弗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当然，这一说法引起了更多人的反对，包括其他参赛者。其中一位女性参赛者说自己后来开车也再也没有听过该广播电台，甚至有一段时间都特别害怕水。还有一位参赛者透露，自从比赛结束之后，体重狂涨27公斤，情绪波动非常大，家人都特别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也总觉得自己会英年早逝。其实对于当天比赛的冠军露西·戴维森来说，也算不上是最后的赢家。露西坦言，自己虽然赢得了比赛，但那台任天堂游戏机一直摆在客厅的壁橱里面，迟迟没有打开。他无法接受詹妮弗的意外死亡，而且比赛结束之后，露西自己也在车站吐了，后来病得很严重，过了好久才恢复过来。跟其他参赛者一样，露西也变得不敢听广播，不敢看比赛，就连她在超市工作时，看到顾客购物车里面的瓶装水也会有应激反应，情绪很激动，那种喘不上气的滋味让她非常的痛苦。露西一直认为自己活下来只是侥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自己也差点喝水喝死了。直到在家人的帮助下，露西终于鼓起勇气把游戏机拿了出来，彻底处理掉。最后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肩上的重担全部都落了下来，出现了久违的轻松。在审判期间，辩护律师称，詹妮弗作为参赛者的表现没有错误，在那种竞争环境下，她想赢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最终在陪审团的审议下，认定广播公司要对詹妮弗的去世负全责，詹妮弗的家人将获得共计1650万美元的赔偿。后来部分参赛者也纷纷起诉了广播公司，这场比赛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最常见的就是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想过自杀。不过这一部分参赛者的诉求并没有得到伸张，广播公司的律师认为他们只是跟风。然而，关于喝水中毒死亡的案例，早在2005年2月2日就发生过。21岁的马修·卡林顿意外死在了一间地下室里面，如此年轻的生命就此消亡，而这背后的真相并不简单。马修生前是一名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尸体是在奇科校区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面发现的。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那里，是因为遭到了学校兄弟会的霸凌。据马修同伴透露，1月30日开始，他们俩就被兄弟会叫到地下室。因为是一座老房子，有一根水管漏了，地下室的地板上有差不多5-6厘米深的污水，他们就被命令在这污水当中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第二天，也就是1月31日，马修和同伴又被强迫跑楼梯，晚上又要回答任何关于兄弟会的问题，如果答错了，每人要喝将近20升的水。而马修就是因为被迫摄入过量的水，导致急性水中毒，死在了地下室。由于各大校园都在打击任何形式的校园霸凌，类似的兄弟会就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他们不再强迫人喝酒，不打也不骂，而是选择了看似更加安全的方式，比如让人疯狂的做运动，喝大量的水。很快，这些相对无害的欺凌方式就在校园里面传开了。在普遍认知里面，喝水怎么会死呢？所以有时候即使受害者昏迷了，欺凌者也不会停下来，继续疯狂的灌水。俗话说无知者无畏，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有人站出来都警告了，仍然置之不理，这似乎也预示着悲剧早晚会发生。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可能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喝水比赛会有什么风险，但凡能够咨询一下医疗人员，总会被告知水中毒的可能。而且就算是比赛如期进行，那至少也得安排一名医生在场，避免发生不测。但这些通通都没有，甚至还洋洋得意地说签署了免责协议就不需要负责，只能说他们没有心。总之，任何东西摄入多了都有可能是坏事，成为毒药。生命只有一次，大家还是要好好珍惜身体，切勿模仿，频繁挑战身体的极限，这会让你追悔莫及。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有过憋尿到极限的经历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你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在20世纪初，自从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元素，并且发明了分离放射性同位素技术，人们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治疗癌症，所以当时的人们对这种放射性元素并不会闻风丧胆。而镭这种东西更是被看作疗效超群的神药，它不仅可以治疗腹泻、预防精神错乱，还能够延缓衰老、永葆青春。更重要的是，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民间谣言，许多科学界的教授也都认可放射性元素的治疗效果。一旦辐射携带的电能深入人体，就会刺激细胞活动，激发所有分泌和排泄器官。但至于放射性物质的长期风险，这就是盲区了。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衍生出了许多钻研放射性领域的学者。在这其中，有一个人抓住了商机，他就是威廉·贝利。由于家境贫寒，威廉虽然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家中债务不堪重负，没念完他就辍学了。
不过威廉对外界一直谎称自己是哈佛医学院的博士，他提倡使用放射性镭来治疗咳嗽、流感等常见疾病，这么说当然是因为有利可图了。当时的威廉可是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专利药物的发明家，再加上当时放射性元素的治疗效果确实受到了不少专家的认可，所以威廉立刻嗅到了商机，打着博士的旗号四处招摇。在1918年，他和一个化学团队在实验室当中设法将高浓度的雷溶液溶解到蒸馏水当中，从此万能药拉迪托尔就诞生了。虽然实验团队都知道超高剂量的镭是可以杀死人的，但拉迪托尔里的剂量非常的小，而且当时也并没有关于放射性元素的研究课题，至于过量摄入镭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全然不知。所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威廉大力鼓吹自己发明的这种药物，声称它可以通过刺激内分泌系统治愈100多种疾病，就算是阳痿等难言之隐的疾病也都不在话下。很快，拉迪托尔被吹捧为活死人的解药，虽然要价不菲，但冲着它的疗效，很多人都愿意买单。而且最关键的是，威廉出手阔绰，他给推荐医生的佣金相当的高，只要开出1剂拉迪托尔的处方，他们就能获得高达17%的分佣。因此，各大医院很快就刮起了一股拉迪托尔风，威廉也赚得盆满钵满。可谁也没想到的是，万能药竟然有一天真的会变成杀人的武器。艾本·拜尔斯出生于1880年，他是一个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而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后来又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运动细胞也非常的发达，多项竞赛的金牌都收入囊中。一个有钱、阳光又热爱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未来还会继承家业，成为总裁，简直是一个人生赢家。然而，艾本的命运即将因为一次意外受伤而被彻底的改写。1927年，一年一度的哈佛 vs 耶鲁足球赛落下了帷幕。艾本在乘火车返回的途中，意外从卧铺上滚了下来，导致手臂受伤，疼痛难忍。后来他去了医院，一番检查之后，医生自然要给公子哥推荐当时最好最流行的药物拉迪托尔。艾本也谨遵医嘱，开始服用此药。起初按照医生的处方，艾本每天只服用了1小勺，虽然很有可能是心理安慰在作祟，毕竟这么贵的药也不是人人都吃得起的，疗效肯定不错。而艾本也确实觉得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整天精力充沛，容光焕发。潇洒多金的他本身走到哪里都是焦点，身边也从来不缺女朋友。多亏了拉迪托尔，艾本更是如鱼得水，游走在百花丛中，重振雄风。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种神药，从每天服用1勺到每天喝掉1整瓶，剂量越来越大，甚至到后来的几年时间里面，艾本完全把拉迪托尔当作是营养品来补充，每天至少要服用3瓶才能满足。除此之外，艾本还疯狂安利给身边的人，不仅给女朋友喝，甚至毫不吝啬地给自己的赛马服用，助他在赛场上叱咤风云。可惜这一切就像是昙花一现，艾本的人生也即将面临高开低走的命运。截止到1930年10月，艾本已经喝掉了至少1400瓶拉迪托尔。他发现这种药物已经不起效果了，反而时不时的会感觉到头痛，体重骤降的同时，牙齿也开始脱落。艾本这才停止了服药。而可怕的是，这个时候的艾本体内摄入镭的含量已经是致死剂量的3倍。后来得知真相的艾本试图起诉威廉的公司，但因为病重已经无法出远门，所以贸易委员会只好派了一名律师去他的家里取证。当律师踏入巨型海滨豪宅，还无暇顾及内部华丽的装修，就被男主人的模样吓了一大跳。艾本全身的骨骼都被严重侵蚀，整个上颚已经不见了，只剩下2颗大门牙和少量下颚。若不是亲眼所见，律师都不敢相信这模样是真实存在的。其实这种情况叫做雷厄。下面我简单科普一下，镭和钙属于同一种族，有着相似的性质，所以当镭进入人体之后，会被身体误以为是钙来吸收，这样镭就长时间的潜伏在了骨骼当中释放辐射，损伤人体正常的组织细胞，造成骨质疏松等症状。艾本就属于这种情况，嘴巴里面的位置已经全部被瓦解，甚至连头骨都形成了一个大洞，真的是凄凄惨惨戚戚。为此，艾本不惜花重金打造了一个假下巴，起码让自己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是自己依赖的拉迪托尔毁掉了原本的人生。但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宝贵的生命。由于体内累积了大量的镭，艾本不得不忍受多种癌症的侵袭，各大器官也早已悉数瓦解，命不久矣。最终在1932年3月31日，艾本去世，享年51岁。但是因为他体内的放射性仍然很强，既不能火化，也不能就地掩埋，所以他被安葬在了铅制的棺材中，避免辐射泄漏。很快，上流精英的惨死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大家都很好奇，这么有钱的人都不治身亡了，他究竟是得了什么怪病呢？为此，《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的讲述了艾本的经历。包治百病的拉迪托尔一下子跌入神坛。在这之前，雷克一直被认为是健康的代名词，但这位上流精英的惨死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而实际上，艾本并不是雷中毒的毒苗。自从1917年开始，一批雷女孩就已经深受其害，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大概是因为人微言轻，只有富人的死才配写进报纸，进入公众的视线吧。这些雷女孩都来自于美国的一家雷工厂，她们大约有100人，在新泽西州的工厂制造军用的辐射发光手表。这些女工从一开始就被告知所有的操作都是安全的，殊不知工厂的领导和化学家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接触到雷，不得已的时候还会使用面罩、钳子等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完全知道这其中的危害。就这样被蒙在鼓里的女工每天都与雷打交道，她们把阿拉伯树胶、水和雷粉混合在一起，然后用骆驼毛刷把发光的颜料涂在拨号盘上。可是刷子用了几下，刷头就会变形，用抹布擦、用水冲又很浪费时间和材料。于是主管就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们把刷子放在嘴里抿一抿，就可以快速恢复毛刷的形状。这办法确实大大提高了效率。至于工人的死活，资本家才不会 care。更可怕的是，其中一部分女工为了变美，还把这种材料涂在指甲、牙齿和脸上。好景不长，许多女工开始出现牙痛、牙齿脱落、口腔溃疡的情况，即使拔牙也没有任何好转。发展到后来，贫血、易骨折和下颚坏死的症状越来越多，一部分女工还得了月经不调和不孕症。然而，即使这个时候女工想抗议，但都已经为时已晚。美国雷工厂早就翻脸不认人了。他们还用超能力买通了医生和调查人员，所以一直以来，雷女孩的体检数据都是对外保密的。工厂一直否认蒙骗工人遭受雷辐射的说法，调查人员还设法甩锅给 X 射线机，是女工们接受了 X 光调查才导致了辐射。1923年，第一位雷女孩去世，和艾本一样，她的下巴都掉下来了。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大概有50位女工接连生病，10几人死亡。因为担心舆论的压力，美国雷工厂先发制人，要求几名医生对外宣称女工们都是死于梅毒，从此抹黑他们的名誉，避免外界的同情。总之，在金钱面前，黑的都能说成是白的。起初没有律师愿意帮助雷女孩们打这种官司，即使他们请到了律师，诉讼进程也相当的缓慢。直到1939年，一共经历了8场官司，美国雷工厂等被告方才肯进行赔付。可惜在资本家的眼里，利益总是高于一切。不管是艾本还是雷女孩们，他们的死并没有唤醒资本家的良知。靠着雷赚着盆满钵满的威廉，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开发新产品来敛财。他还新开了公司，销售各种含雷的百货商品，比如腰带、纸张、肥皂、牙膏等等。据说威廉还发明过一款设备，这是一块含雷的金属板，人们可以把它放在任何想焕发活力的地方，比如贴在脸上便可以永葆青春，贴在关节处就可以缓解疼痛等等。反正只要你想，各种疑难杂症都能够治好。当然，有一些男人就把金属板绑在了自己的下面，也不知道后续他们的命根子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反正情况肯定不会特别乐观。自从艾本去世之后，威廉的事业遭到了重创，首当其冲的就是拉迪托尔被勒令停产。不过威廉坚称艾本的死与拉迪托尔无关，自己喝过的雷水比艾本还要多得多，依然很健康。可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大势已去，也就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专利药行业。在上世纪，人们还不了解放射性物质的长期危险，只知道它是个新奇的材料，也正因无知，放射性产品被广泛推销，受到了追捧。可惜这样的错用、滥用，无数条生命被摧毁，而大多数死者都没能留下姓名，只有一个统称。30多年之后，也就是1965年，艾本的尸体被挖掘出来进行重新研究。恐怖的是，遗体仍然具有极强的放射性，不知道另外的一些受害者，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日子的。总之，资本家的丑恶嘴脸、相互勾结的利益关系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只能说这是一段可怕的血泪史，扭曲却又真实。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